大家好，今天继续分享《佛陀传》的第5期。上期视频我们讲了富悉底出家后回忆11岁放牛时初遇佛陀，他本是一个低种姓的不可处者，没想到悉达多对他如此友善，他竟然和悉达多交上了朋友。第二天清晨，富悉底又去森林放牛，他总是一边放牛一边割青草。快到中午时，他已经割了很多青草。富悉底照顾水牛非常细心，他要尽量避免水牛闯入人家的稻田。割完草后，他就可以安心地躺下来，享受一下惬意的凉风。富悉底打开6岁妹妹给他准备的午饭，就是一个青叶包着的一个小饭团。正当他想吃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了新认识的朋友悉达多。他想，我可以把这个饭团给悉达多，他应该不会嫌弃吧。富悉底昨天认识悉达多，让他感到太新鲜和意外了。像他这样的不可处者，没有人对他这么好过，所以他总是想送给悉达多一些礼物，但自己什么都没有。最后悉达多跟他要了些青草当做坐垫，现在又要把自己唯一的一个饭团发心供养给悉达多，这对富人来说不算什么，但对富悉底来说，这都是很珍贵的东西。于是富悉底再把饭团包好，然后沿着小路去找前一天遇到悉达多的地方。他从远处看见悉达多坐在那棵大树下，但那里不止一个人，他前面坐着一个穿着纱丽与富悉底年纪差不多的女孩，并且看见她前面已经放着一些食物。富悉底立刻停了下来，但悉达多已经抬起头向他召唤，更示意让他前来加入。那女孩看他过来时，富悉底认出来了，他曾多次在路上遇见他，只是没有说过话。当富悉底过来后，他便移过左边一点，在悉达多面前有一片蕉叶，上面放着一团饭和一些芝麻盐。悉达多把饭团分成2份，问他：孩子，你吃过饭了吗？先生，我还没有。那我们一起吃这个吧。悉达多把一半饭给富悉底，富悉底合掌作谢，但他没有接受。他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小饭团，然后说：我也带来一些。打开蕉叶，可以看到那褐色的糟米饭和悉达多的白米饭很不相同，富悉底的蕉叶上更没有芝麻盐。悉达多对2个孩子微笑着说：我们把2种饭放在一起，一同分着吃吧。悉达多拿了一半白饭，蘸上一些芝麻盐，把它递给富悉底，接着又捏破了富悉底的饭团，然后拿起来吃得津津有味。虽然富悉底觉得有点害羞，但看见悉达多吃得那么自然，他也就开始吃了。富悉底说：先生，你的饭很香啊。悉达多告诉他，这是善生带来的。富悉底才知道，原来他的名字叫善生。他比富悉底大2-3岁，一双黑色的大眼睛闪亮亮的。富悉底放下食物说：我曾在村里的路上见过你，但不知道你叫善生。对啊，我是优楼频罗村长的女儿。你的名字叫富悉底，对吗？悉达多导师刚才已经告诉我关于你的事。他又温柔地说：但是富悉底，其实称呼一个僧人应该叫他导师，而不是先生。富悉底点了点头。悉达多笑了笑说：那我就不用替你们介绍了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吃食物不语吗？每一粒米和芝麻都是那么珍贵，我很想静静地去真正地欣赏它。所以我们现在先静静地吃饭，吃完饭后我会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悉达多拿了一点糟米饭给善生，他合掌如莲花，然后恭敬地接过去。他们3个人就在深幽的森林里默默地吃着。吃过饭后，善生把蕉叶收起来，他从身旁拿了一壶水出来，把一些水倒进他带来的唯一的一个杯子里，给悉达多奉上。他双手接过来，却转送给富悉底。富悉底受宠若惊，他冲口而出：请先生，我的意思是导师，请你先喝吧。悉达多轻声地回答道：孩子，你先喝吧，我想让你喝第一口。他再次递给富悉底那杯水，
虽然富西底感到困惑，但对这很不习惯的光荣又不知如何推搪，他只好合掌接过水杯，然后一口气把水喝光。他把杯子交给悉达多，而悉达多又叫善生再倒另一杯水，倒满后，他把水慢慢地送到嘴里，恭敬而又极度欣赏地饮用。在他们交换水杯的时候，善生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悉达多和富西底。悉达多喝完水后，再次叫善生倒第3杯水，这杯他给善生喝。善生放下水壶，合掌接过来这杯水，跟着他把水放到唇边，就如悉达多般慢慢的一点一点喝下去。但他心里知道，这是他第一次与不可触者同用一个杯子喝水，但如果他的导师悉达多也这样做，他又何尝不可呢？何况他也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受到污染的感觉。这种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观念很难改变，我们没有生活在那种环境，更没有办法切身体会。善生是个漂亮、看上去很高贵的姑娘，又是村长的女儿，但她现在开始自然而然地伸手去触摸这牧童的头发，这一下子来得这么突然，富西底实在没有时间躲闪。喝完水后，善生将杯子放在地上，向他的2个同伴微笑。悉达多点头说道：“孩子们，你们都已经明白了，人生出来是没有阶级的，每个人的泪水都是咸的，就如每个人的血也都是红的。把人分成不同阶级，以致对他们有偏见是不对的。”在静定中，我看得非常清楚。善生很认真地说：“我们既然是你的弟子，当然相信你教的。但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其他人像你这样，他们完全相信首陀罗和不可触者是从造物主的脚底而生。经典上也是这样说，根本没有人敢有别的想法。”悉达多说：“我知道，但无论他们相信与否，真理始终是真理。就算有100万人相信一个谎言，它始终是谎言。你们一定要有勇气，依着真理而活。让我告诉你我童年的一个故事。我9岁那年，有一天，我和表妹在花园里散步，突然一只天鹅从天上坠下，跌在前面的地上，痛苦地挣扎着。当我走近时，才发觉它的一只翅膀被箭射中。我急忙把剑拔出，而当血水从伤口流出的时候，那天鹅惨叫起来。我把手指按在伤口上止血，然后抱着它入宫中找孙陀利南陀公主。她答应我会找一些草药来替鸟儿敷伤。我见天鹅在不停地颤抖，便脱下外套把它裹着，再把它放到宫里的火炉旁边。悉达多停了下来，望着富西底说：“富西底，我还未告诉你，我年幼时是个王子，我父亲是迦比罗卫国的净饭王。”善生已经知道这些。当我正准备找些饭给天鹅吃的时候，我8岁的堂弟提婆达多从外面冲进来，他手里抓着弓箭，很兴奋地问道：“悉达多，你看到一只白色的天鹅跌在附近吗？”我还没有回答，他已经看到火炉旁的天鹅了。他正想过去时，我拦住了他。我说：“你不能带走它。”提婆达多抗议着说：“那只鸟是我的，我亲自射中它的。”我站在提婆达多与天鹅中间，不准他带走鸟儿。我告诉他，鸟儿受伤了，我是保护它，它要留在这里。提婆达多继续辩说：“听着吧，兄长，这鸟儿在天空时并不属于任何人，但我从空中把它射下来，它就应该属于我。”他说的似乎很有道理，但实在令我很气愤。我知道他的道理有不是之处，但我一时间没有办法说出什么。我当时只是站在那里一言不发，心中却越觉激动。我真的很想打他一拳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这么做。就这样，我突然知道怎样回答他了。我说：“你听着吧，堂弟，只有那些互相爱护的人才一起共处，敌对的人是应该分开的。你想杀这天鹅，所以你是他的敌人，他是不可能跟你一起的。我救了他，替他包扎伤口，给他温暖，又正准备给他食物。我们互相爱护，应该留在一起。这鸟儿需要的是我，不是你。”善生拍起掌来，
对，你说的对。悉达多看着富西底，孩子，你觉得我说的怎么样？富西底想了一阵，慢吞吞地答道：我认为你是对的，但很多人一定不同意，他们会同意提婆达多。悉达多点头同意，你说的对，多数人的看法都跟提婆达多一样。让我告诉你跟着发生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始终没有办法一致，于是便去找长者替我们解决。那天刚巧在皇宫内有一个会议举行，于是我们便跑到会议的地点去找他们。我抱着天鹅，而提婆达多则抓着他的弓箭。我们把问题陈述出来，又请他们评个公道，正事也因此搁了下来。他们先听提婆达多解释，然后才听我的。之后他们磋商了很久，但还做不了决定。多数人都似乎偏向提婆达多一方，但当我的父亲突然咳了几声之后，所有的大臣都全部沉默下来。跟着说也奇怪，他们都一致同意我的道理，而决定把鸟儿给我看管。虽然提婆达多非常气愤，但他也无可奈何。天鹅是给了我，但我并不快乐。虽然我年纪还小，但我知道这次赢得并不光荣。他们是因为想令我的父亲高兴才这样决定的，他们并不是看我的道理中的真谛。那真可惜。善生皱着眉头说，对啊，当我想起鸟儿可以安全，我又觉得安慰了。最少我知道它不会被放进煮锅里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太少人用慈悲心去看事物，因为他们对大家残忍无情，弱的往往被强的压迫欺负。但我现在觉得我那天所说的是对的，因为那是出自爱和谅解。爱和谅解可以减轻众生的痛苦。无论大多数人怎么看，真理始终是真理。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们，能站起来维护正义真理是需要很大勇气的。善生问，那只天鹅后来怎样？让我照顾它整整4天，直至它伤复原了，我才放了它。我叮嘱它要飞到远处，以免再被射下来。悉达多看见2个孩子的表情都那么沉重，善生，你该回家了，不要令你妈妈挂虑。富西底，你也是时候该去看看水牛和多割一点草，对吗？昨天你给我的姑石草成了我禅修最佳的坐垫，我昨晚和今早用了它，静坐时非常平静，又清晰地看到很多东西。富西底，你真的帮了我不少。当我的体悟更深时，我会和你们分享禅坐的果实。现在我要继续下去。富西底望着悉达多坐着的草垫，虽然那些草堆得很实，但富西底知道它仍然又香又软。他打算每3天带一些新鲜的草来，给导师造一个新坐垫。富西底站起来，和善生一起合掌，向悉达多鞠躬。善生回家去了，而富西底也要带他的水牛往沿岸的远处继续放牧。这期佛陀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，喜欢佛陀的故事请多多支持，分享给更多人看到。我们下期再见。